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圆寂后3天做起，虚云大师奇迹生还背后的恐怖真相。如果我跟你说，中国近代真有一位活到120岁的高僧，3天不吃不喝还能翻山越岭，100岁时被军阀打断12根肋骨，头骨裂开，按医学常识必死无疑，却在第3天自己坐起来说：“我未死，你们莫悲。”还多次提前点出弟子哪一天会离世，被写进当时寺院日志与年谱，真实人名、寺名、时间全都查得到。你会相信吗？他不是传说中的神仙，也不是网文里虚构的开挂人物，而是有户籍、有出家记、有地方志可考的虚云大师。更离谱的是，若用今天的量子物理和意识科学去看，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组量子意识实验，不时而行，濒死自愈，预知生死，影响周围场域，像在用肉身给我们演示。意识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理解的那一点大脑活动。在浩如烟海的佛门史卷中，有一位大师的名字像一道无法忽视的光痕。他的一生横跨帝制余晖、军阀乱世、战火年代与新旧交替的世纪门槛，却始终以一种近乎超越人类极限的方式存在着。他不是传说中的神仙，也不是民间故事里虚构的艺人，而是真实站在历史舞台上的僧人。有出家记，有寺院名，有弟子可考，有地方志为证。然而他身上出现的种种现象，却仿佛在以无声的方式告诉世人，在这个以逻辑为边界的世界之外，仍有一些被忽略、被掩盖，甚至无法言说的力量，正悄悄流淌在现实的缝隙之间。虚云大师出生于清道光20年，地点在福建泉州府永春县一个武官世家。他本名向旭元，自幼体弱，却异常安静。族中老人记得他3岁时常独自坐在庭院角落，目光不动，像在听某种无形的声音。有人开玩笑说，旭元像个入定的小和尚。没人想到这句话在100年之后会成为中国佛教史的奇迹。虚云少年出家后，先到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妙莲和尚为师，继而踏上持续数10年的朝拜五台山长行之旅，途中几乎无食无住，靠禅定维持体力。弟子后来记述，师父在路上3日不食，仍可稳步前行，夜里只靠树下盘腿静坐，像石头一样不动。他们观察虚云的呼吸，几乎细到难以察觉。中医角度无法解释，因为没有饥饿感，没有虚弱现象，就像身体被调节成另一套节能系统，仿佛生命活动降到最低，却保留意识最清醒的部分。若从玄学角度推演，这是自古禅修文献中所谓入微细定，人体的新陈代谢与能量循环被重新分配，外界养分需求降到极低，只靠气息与体内储能即可维持生命。虽然听来玄幻，但类似现象在西藏闭关者与印度瑜伽士中并非绝无记载。虚云只是将其做到极致，并以严格的禅定训练为基础，不涉及任何神通表演，却让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身心机能已突破一般医学理解。而虚云一生最惊心的事件之一，是发生在1916年的云南大理，那场被后人称为军阀毒打奇迹生还的事件，是虚云大师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真实记录之一。人物包括当地军阀李灿、寺僧本源、本如以及师爷马某，时间则为1916年农历8月。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势力割据，各地兵痞横行无忌。虚云大师来到大理重建荒废已久的云南大理崇圣寺，却因此触碰了军阀的利益。在一个风声诡谲的夜晚，李灿以窝藏反贼为由闯入寺院，命人将已100岁的虚云大师与数位僧人捆绑并暴打。弟子记录中写着，师父被打折12根肋骨，头骨裂开，昏死数次。晨光露出时，他的背已碎如陶瓦。以今日医学判断，这种伤势就算立即送医抢救也难以存活。而当时寺院深处既无药物，亦无医师，更无任何现代条件可依。然而令人震动的是，虚云大师竟在当日下午突然苏醒。他睁开眼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未死，你们莫悲。”弟子本源说，他当时触摸师父胸口，仍感到微弱的余温，但脉象虚弱的几近断线。真正的奇迹发生在3天后，虚云大师竟能自行坐起，血脂而不再恶化，意识恢复如常，仿佛身体从死亡边缘被一道看不见的力量拉了回来。弟子更记得，在他昏迷的那几日中，虚云的身体呈现一种奇异的深呼吸节律，
仿佛生命机能在自我调动，像某种自动修复机制启动一般。按照佛门传统的解释，这属于大禅定者在极限状态下舍施归元，以身定稳住生机。但若以玄幻推理逻辑观察，则极高段的禅修者或许能触及身体自愈机制的权限层，能在濒死之境调动细胞修补与内脏协同的功能，其效率远超常人。这类推论看似玄妙，却与现代量子生物学的一些前沿假说不谋而合。意识可能并非被动观察，而是生命能量调控的核心指令，而虚云的生还就是这种机制的极端例证之一。与这起大理事件同样令人称奇的是虚云大师生前多次预知弟子离世的记录。佛教中将此视为宿现通或他心通，但虚云从不宣扬此事，而是以极平静的态度记载于寺院日志之中。最为著名的一次发生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约在1930年代。虚云某天清晨对侍者说，本名师今日将舍报。弟子们大惊失色，因为本名师傅那天精神非常好，甚至还准备下山挑柴，完全没有将死之象。虚云却淡淡一语，他昨夜在定中已告别于我，至午后本名果然在山路上突然倒下，神情安详而微笑，正如虚云所言。另一例发生于鼓山，虚云对弟子说，会端3日后当去，不必惊慌，他愿意了。3日后，会端静坐而逝，面貌安然，毫无痛苦。弟子们回忆说，师父说这些话时，不像在预言，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已被确定的事实。如果从逻辑角度推测，这或许来自虚云对弟子身心状态的高度敏锐观察，他能察觉一般人无法感知的生命变化，如同某种经验极其丰富的医生能在第一眼看出病程的走向，只是虚云所感知的层次更深、更细微。但若从更玄妙的角度推演，则可能是深度禅定者能在定境中观察到他人食神光明的明暗变化。正如年谱记载，师父夜间入定，见某弟子光明忽暗，知其受尽。此类事件既有地点也有人物，且记录一致，因此几乎难以以巧合或杜撰解释，更像是虚云大师的意识短暂触碰到了某种关于生命时间结构的隐秘脉络，那是一种非线性、非肉眼可见的生命时间轴，仿佛他能在心中看到一个灵光的熄灭点。从玄学推演来看，若意识能够脱离线性时间框架，进入更全景式的观察，那么预知死亡并非预测，而是一种读到未发生的节点。现代物理学提出的区块宇宙理论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只是人类意识只能顺序阅读它们。但若某些意识状态能跳离线性阅读，则未来事件可能以印象形式出现。虚云或许就是这种罕见的例子。虚云的禅定能力更充满超现实色彩，他常在深山中坐定数十小时不动，甚至在隆冬深夜，山风如刀时，仍能静如枯木。真实地点云南鸡足山、江西云居山、湖南南岳衡山等处皆有记录。弟子描述，寒夜见师父衣帛如纸，双腹没须，然他气息绵长，身上似有暖意外散。最极端的是虚云晚年在云居山见真如寺，当时寺院贫寒，冬夜常零下10度，虚云已90多岁，仍能入定到清晨。弟子触其手足，并非冰冷，而是像有微热在流。医学上这几乎不可能，尤其是高龄者。但若从内功温养、禅定调息角度解释，则或许人体确实能在深定时启动某种类似产热功能，让体温维持稳定，并减弱外界刺激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玄幻推演更进一步认为，极深禅定可能让身体进入某种半能量态，介于物质与气之间，使得寒冷对其影响降低，就像某些量子态中粒子不会被外界温度改变一样。虽然听来不可思议，但虚云的例子在真实记录中出现次数太多，且由多名弟子分别记载，可信度极高。虚云一生留下大量不可解释的神异，但他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有神通。他常说，定深则心明，心明则事通。换句话说，这些现象不是超能力，而是心灵与身体在极限修行下自然呈现的结果。若从玄幻逻辑推演，我们可以将虚云的状态视为一种意识进化的极端样本。第一层是身体机能的突破，几乎不时而行，重伤复原，耐寒耐苦。第二层是意识觉知的突破预知，感知他人生命状态，在定中感受外在世界。第三层则是对时间与空间结构的突破，能从深定中触及未发生的事件，
像是意识比身体先走到未来。虚云并未刻意展示这些能力，反而常自嘲：我不过是一老僧儿。但正因为这种淡泊，使得他留下的神异事迹更加可信，也更像是近代佛门中真正的活证据。若以更大胆的玄幻推论全篇，假如意识本身是宇宙更高维度的投影，而人类肉身只是一个低维载体，那么当一个人的意识通过长期禅定训练稳定到足以脱离低维束缚时，他便能短暂触及更高维的信息层。对身体的控制来自微观维度，对时间的感知来自非线性维度，对他人生命状态的洞察来自共享意识场。虚云大师或许正是这种意识突破的少数样本，而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究竟能走到意识的哪一层的真实实验。他活了120岁，跨越5个时代，经历无数磨难，却始终如常。他的神异不是传奇，而是他将心推向极限后的自然呈现。从虚云的轨迹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奇迹，而是一个人走到意识边缘时可能揭开的世界结构。虚云大师的生命像是中国近代大地上的一个裂缝，透过它，我们看见了现实以外的另一层光。在现代，物理学不断追问意识究竟是什么，虚云大师的一生像是一组活生生的量子意识样本。他的100岁寿命、深度禅定、不时亦能行的身心状态、预知弟子离世的能力、濒死后自我修复的奇迹，都像是某种尚未被科学完全解释的意识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神话，而是被无数真实的人、真实的寺院、真实的时间点所记录。本文将以虚云大师生平事件为依据，提出一种量子意识模型的推理结构，一种介于科学与玄学之间的第3条道路，试图用物理逻辑解释佛门奇迹。若将虚云大师置于现代科学框架进行分析，最核心的现象有3项。第一，他能在极度缺乏物质能量的情况下维持生命活动，甚至长途跋涉，日行数十里，长时间禅定高达数十小时不动。第二，他在重伤濒死时能自体修复，以100岁高龄从12根肋骨断裂、头骨裂开的伤势中存活。第三，他的意识状态似乎能在深定中访问到常人无法触及的信息层，例如弟子寿命、寺院远方发生的事，甚至天气与灾难的预兆。传统佛教以禅定、速现通、他心通解释这些现象，但若用现代量子观点推论，则可能涉及以下3种机制：意识的量子相干被放大，身体的能量调控进入微观层级，时间与信息的读取方式脱离线性结构。在这些可能性中，虚云是一个极端稳定、极端成功的样本。先从最具体的生理现象说起。虚云在去五台山时，连续3日不食，仍能行走。与其说是身体强壮，不如说是身体处于一种低耗能量子态。量子物理中有一种现象叫相干态，当粒子在非常纯净、不受干扰的状态下，其能量损失几乎趋近于0，类似超导体在低温时电阻消失。若将人体视作由无数微观粒子组成的复杂系统，那么极深禅定可能让意识成为一种稳定的调节力量，使身体进入一种类似量子相干的模式，代谢下降，能量分散减少，内部系统协调一致，最终造成耗能极低但意识极轻的特殊状态。虚云的禅坐不是昏睡，而是觉知高度集中且稳定，这正符合量子相干的必要条件：极低的杂讯、极低的心念波动、极高的一致性。现代脑科学也发现，当人进入深度冥想时，神经元发放出现同步化，大脑杂讯降低，反而使某些感知通道变得更加敏锐。虚云可能将这种状态维持到数十小时，甚至数日，使其身体系统获得一种节能恒定运转的能力。这种超稳定意识也许是解释他遭军阀毒打仍奇迹生还的关键。当他在云南崇圣寺被军阀李灿毒打，全身骨裂，昏死数次时，弟子发现他的呼吸非常微弱，但节律异常稳定，像某种自动修复模式启动。传统佛家说这是入死观，意识暂时脱离身体，但仍维持生机。若以量子推理，这种状态可能类似休眠态中保持量子相干意识，暂时撤离对身体的感受功能，使痛觉、冲击、外界刺激不再对身体造成连锁反应，从而避免2次伤害。同时，深度集中可能调节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微观机制，让细胞修复速度提高。现代研究显示，冥想者的免疫系统活性会快速提升，甚至加速伤口愈合。虚云的奇迹生还，或许是这种机制被推到极致。
他的身体当时已接近死亡，但意识并未崩散，而是维持一种量子层级的稳定性，为身体维持最后的条件。结果便出现医学难以解释的生还案例，100岁老人重伤后不到3日能坐起，数周后能行走，这不是奇迹，而像是一场意识调控生物场的实例。最令人着迷的是虚云预知弟子离世的能力，以科学角度难以解释，但以量子推理则有可能与非线性时间有关。量子力学中，过去、现在、未来并不是绝对分割，而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结构，观察者的意识在其中读取某一部分，但系统本身是同时存在的。若虚云在深定中意识波动趋近零杂讯，可能短暂接触到一种非线性时间的片段，看到弟子生命的熄灭节点，这不是预测，而是读取。弟子年谱中记载，虚云说某人寿限已尽，这句话用玄学解释是宿命，用量子解释则是能量场结构已趋消散。更大胆的推理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可理解为生物电磁场开始衰弱，其波动频率会变得不稳定，而禅定者可能感知到这种微妙变化。意识也许能读取这些变化，并以图像、象征或直觉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解释为何虚云描述弟子死亡时，并非以预言的强势，而是轻描淡写，他昨夜来告别。佛典常言梦中互访，但若用物理概念，这可能是2个意识场在低噪声状态下产生共振，将生命即将结束的信息以象征方式传递。虚云所见的告别，其实是能量消散的象征投射。再推向更深的层次，虚云的禅定有时让它与外界自然现象产生关联。例如记录中记载，虚云在山中入定时，弟子常感到风声呼止，鸟雀不鸣，山野突然静的异常。他们以为这是巧合，但出现在多个寺院、多个时段。以玄学解释，这是禅定者的场域影响自然场；以量子推理，这可能是宏观量子化效应，当意识稳定至某种程度，其周围环境微粒子的波动会被间接影响，使噪声减少，因此自然界的声音似乎被调低。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现代物理实验显示，观察者的状态确实能影响量子粒子的行为。如果意识是一种场，那虚云深定的意识场可能足够强大，能微调周围环境，使自然界出现短暂的静止感。再进一步，虚云晚年在云居山重建寺院，徒手搬石、修路、挑砖，90岁老人却有如壮年，甚至比年轻弟子更持久。这既可归功于禅定的能量节律，也可能涉及一种身体物质化的能量重分配。量子理论提出能量与信息同源，意识如果能进入极端稳定的模式，可能降低身体能量的散失，使每一份能量发挥最大效用。虚云长期处于低代谢却高觉知的状态，这不属于任何已知生理机制，但若视为意识干预物质，则有一定逻辑基础。佛法中说境随心转，科学说观察改变被观察者，哲学说主观创造现实。这些看似不同的话，其实可能描述的是同一件事。意识、能量、物质之间并非截然分离，而虚云大师的生命实践正是这3者交汇点的极端例证。虚云的奇迹，若从神秘主义角度看是佛法威力，若从量子物理角度看，则可能是意识达到极高纯度后的必然结果。可以这样推论，当一个人的意识噪声趋近于零，他的身体便成为一个高效能的量子系统；当一个人的心念无杂，他便能读取到时间与生命的深层结构；当一个人的觉知稳定，他便能超越生死对身体的限制。虚云走到了那里，而现代人尚未理解那里是什么。若未来科学真的能证明意识与量子行为相关，那么虚云大师的一生将不再只是佛教史的传奇，而是人类意识研究的里程碑。他像是从未来科学穿越而来的见证者，用120年的生命告诉我们，意识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广阔，而人类的潜能也远未触及极限。所以大家怎么看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